Hello， 欢迎收看《梦幻厨房在我家》，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不然还有谁？就 Vivian 啊。好，今天的这个系列很特别，就是我们全新策划新的系列 V 分享。这个系列呢，就是什么都分享，什么都不奇怪。主要呢，就是因为 Vivian 真的很爱买，不只是厨房的东西，其实我还有买蛮多生活的东西，甚至是保健食品等等。我觉得呢，真的有蛮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不只是好用，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会买到雷货啦，或者是有什么特殊新奇的物品，我都很想在这个 V 分享里面跟大家分享。任何不管好坏通通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呢，就是要请大家先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今天是第1集啦，今天呢是没有业配的，反正未来呢如果分享有业配的，我也会很诚实跟大家讲就是业配。但说实话 Vivian 的就算是业配的东西，都是我觉得真的试用过是好用的，我才会接下这个业配。目前今天这一集是完全没有业配，就是我自己个人使用的心得的一些分享，那有一些好物的分享，然后主要呢就是很多人在我的料理影片里面看到的一个工具，常常被人家问到，就是这支颜值很高的玻璃汤勺。因为它真的在舀汤或是舀东西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漂亮的，所以我知道它很吸睛。可是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诚实分享一下，我其实常常大家留言我都没有回复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一支呢，它是在淘宝买的，你找那个玻璃汤勺、耐热汤勺就找得到。可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一支啊，它在运送来的时候，第一次3支就断2支，然后第2次呢是3支断1支，所以呢，然后那个因为厂商都不会赔，就等于就是浪费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它太容易坏了。但是因为它的颜值实在太好了，所以我只好还是使用它，因为很漂亮嘛，所以这支不是很推荐，除非你不在意它断掉，或是你愿意承受它运送来会破掉的风险，否则其他我觉得像我洗它的时候也都战战兢兢。然后还有它这个部分很厚，所以在倒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是留着那个，并不是整个像瀑布一样流下来，没有那么好看。V 分享的部分呢，有任何伤害到或是让那个厂商觉得不舒服的话 ，Vivian 在这跟厂商道歉。好，那今天这一支呢就已经介绍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虾米米羹呢，中式料理就是很容易用到酱油啊，沾东西啦、凉拌啦都会用到。那每次我都会说甘甜酱油，就很多人都要问到底是哪一款。其实我很喜欢买各种不一样厂牌的酱油，然后另外就是我很喜欢买日系厂牌的酱油，它的层次不同感分得很明，就是有时候淡的，或是有时候深的，有时候是更深的，浓度不同的，或是什么搭配面酱等等，它的分法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我很喜欢。那我今天介绍的这2款算是一个入门基础款，它是台湾做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品质算是甘甜味很不错的。第一个是这个鲜美露，我想大家都认识它，因为它实在在台湾很久了。那它呢，我在好几年前开始我就蛮喜欢它，因为它不太会出错。这个鲜美露是比较早期我用的款，但是我最近几年我就换成这个脆酿系列。我记得没错的话，它有3个口味，但是我试过了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干贝的酱油，就是觉得它到底是什么优点呢？我觉得就是美西感，然后很万用。沾的也可以，你就算是一个简单的荷包蛋，或是你买生鱼片回来，我觉得都不需要再调，就是它直接倒出来就是很好吃，很甘甜，然后不会觉得说单吃这个酱油就吸点没，不会。所以我非常喜欢拿它们当做一个卤东西的基底。然后呢，我卤东西我有个习惯，我不会只用一款酱油，我喜欢搭配不一样的酱油，甚至再加一点蚝油去堆叠它的层次。所以我的基底会打一个比较淡一点的甘甜一点的风味的，然后再去可能为了提色我会用炒糖色的方式，或者是加一个比较重一点口味的酱油去堆叠它。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里面如果你不喜欢干贝的，你就可以试试这个煎鱼风味的。我觉得这一个酱油它真的是不止炖卤我觉得它有一个单吃的方式很好吃。你帮我那个 Jason， 你帮我拿白饭，因为其实你做出那个粒粒分明的白饭的时候，已经就够好吃了。然后呢，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鹅油葱酥，这个是桥边的鹅油葱酥，这是乐鹏出的。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它是高雄的名产，其实应该很多人知道，它还卖到很多国外。谢谢。好，
你看这么棒的一碗白米饭，其实单吃就还冒烟，有没有？超好吃。超好吃，但超好吃还要怎么吃呢？热热的白米饭上面捞一点点这个鹅油葱，然后一点点鹅油的油。其实鹅油跟鸡油它们的那个饱和脂肪的那些比例很棒，用它们来料理或是炒菜，其实对我们身体还蛮健康的。哇，这个鹅油葱就是整个品质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油就是非常甘甜。赶快帮我做效果，我要发光了，超好吃，真的好好吃。我真的觉得就这样给我一碗，我真的不用给我菜，我觉得就够了。然后再来一个荷包蛋，有没有？再滴一点酱油。真的就是在台湾的朋友，大概就是都可以在全联或者是你要到各大超市啦，或者是网路，应该都不难买到这2种的这个甘甜风味的酱油。接下来呢，要介绍一个新的东西——中药味精。这个东西呢，这很简单嘛，听起来就是汉方味精。打开来闻起来真的是一股还不算小的中药味。但是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拿来炒菜，还有反正就是炒菜的时候加一些，我发现它不会有那个中药的味道。如果你是追求天然的，而且你口味比较清淡，我觉得这一款还蛮不错的。然后我要讲一下，这个还是素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吃素的朋友很棒的一个调味品。那我觉得怎么讲呢？你也闻不到，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我觉得我请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大家闻一下，他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好不好？因为我闻起来，那 Jessie 你帮大家闻，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姜母茶味道真的吗？对啊。他闻到姜母茶味道，那你觉得你们年轻人可以接受吗？我可以接受，但是觉得跟味精是有点差距。我觉得这就是这一罐很妙的地方，因为呢，我觉得它闻起来是酱，对不对？可是我加到菜里面就炒了以后，我就觉得，那味道就不见了，就没了。然后有可能是挥发的，有可能是累积的量不会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你们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我偷偷加在我家的炒菜里面，我家小孩没有一个人说有中药味，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款呢，是我觉得很酷的一个产品，这个是无酒精的红酒。那这个红酒呢，我不知道你也这样念对不对 ？Edenvale 还是 Edenvale， 它就是翻成依威养生白葡萄或是红葡萄。这支酒呢，是我在金华酒店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喝到的，觉得很amazing， 就是为什么有一个红葡萄酒，就是喝起来就是红葡萄酒，而且还蛮顺口的，但是为什么它既然是标榜无酒精的？那当然我后来网络稍微搜寻一下，我觉得它还是含有很少量的酒精，因为是正常的，因为那个糖跟酵母菌作用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微量的酒精。听说这个在你们注意找这个资料，像是那个柳橙汁，听说柳橙汁连皮一起压，它就是会天生有一个因为它的糖啊，它的果糖会跟某一种在这个果皮上的一种菌种作用了之后，它就会发酵，就会产生微量的酒精，所以它这个自动产生的酒精的量比那个柳橙汁的还要少，所以其实它就是真的几乎是一个无酒精，而且是在国际的那个酒精标准是低于那个酒精含量的那个值就对了。那为什么我很在意？是因为我老公啊，他真的没办法，我们偶尔想要小酌一下，但是其实我老公他的身体就是那个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就是很容易脸红的人，他不适合喝酒，因为发现他就是身体缺了一种酵素酶，他没有办法去分解酒精，所以我老公其实他就是那种一喝一点点就是整个脸都通红，所以他比较不能喝，但是又觉得很想喝红酒的好，因为红酒大家都知道对心血管啊等等本来就是很棒，这个都已经有研究，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老公这样的人来说，对我没差啊，但是对我老公来说，或是有人说什么
喝酒不开车啊什么的这一类的族群，我觉得就很适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常会做什么红酒炖牛肉啊，或是做一些料理，我们会用到红酒。然后呢，每次就会有那个粉丝就说我说有蒸发了，但是就是有些妈妈她就说我不敢，我不想给小孩喝到酒精。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对家庭主妇或是对一些不能喝酒的人，我觉得是一个福音，所以我要推荐它。我觉得它很酷。然后这个要在哪里买？我是回来搜寻以后发现，在台湾的网络上面有一些有机店，它有贩售，但是不是很泛滥，就是所以大家要找一下。吸引我的就是因为我喝的时候就觉得它很顺，很好喝。但是既然是无酒精的，那我觉得一定要请现场的工作人员喝喝看，是不是也觉得它真的很像？那我就直接来倒一下这一支，大家先看一下它的那个颜色等等的哈。我直接先让那个现场的那个工作人员喝一下，直接给你喝，好听吗？你觉得？葡萄酒不是没有那种酒精，有时候会有涩味啊？对，好会形容。对，我觉得它喝起来就是很顺口，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喝葡萄酒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比较，就像你说那个涩，他们那个跟他们酿造的那些什么气候啊什么有关，所以有些会他们会形容说 very dry 啊或者什么，我真的没有那么懂。但是我就觉得，它这个酒喝起来是顺的，就不能说酒，它就是葡萄汁啊。你这样讲，你看它是一个葡萄饮料，但是它可以有红酒的好处。所有红酒的好处它都有，然后它又喝不到酒精，然後它做到料理里面，因为我们也不需要蒸发那个酒精了，所以我觉得它会增加一点那个酸的风味，会把那个味道再多加层次再堆叠上去，会有那个酸的那个味道，但是又不会过酸。你觉得呢？我觉得它是那种大人味的葡萄汁啊，它有那种熟成的感觉，好会形容，对，大人味的葡萄汁。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那种没办法分解那个酒精，就是每次都脸很红的。我觉得这种朋友你真的应该很适合来喝这种没有酒精的红葡萄饮。那我也希望大家多留言给 Vivian， 就是你觉得这个系列好玩吗？你觉得有趣吗？有兴趣看到 Vivian 在做什么样的分享，或是甚至是什么评比啊？因为我看现在大家好多种评比，我觉得也都很有趣，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所以我觉得看看大家有兴趣哪一方面都可以留言给我，然后或是你觉得不好玩不喜欢，那你也可以留言。好 ，OK， 就这样了。那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然后再记得，虽然我可能没有那么爱你，可是耶稣他真的很爱你。好 ，OK， 拜拜。